大家好，今年的节气走得比较晚哈，气温不像往年哈，采用缓慢下降的方式啦。高温呢一直维持到10月下旬后呢，才一次快速降个10度啊，但也算是把该降下来的温度呢一次给补降到底了。现在已经是很适合哈，又可以轻松种植莴苣类的作物了。不过呢，这批在9月中旬后种植的波士顿莴苣啊，也称为奶油莴苣哈，照着以往的时间种植呢，是否可以顺利生长呢？就让我们看下去哈。移植幼苗的前一天呢，已经事先浇透水了，所以可以看到挖起的时候呢，很轻松就可以整团哈带土挖起了。这样的好处呢，除了方便种植哈，也几乎呢可以维持颗颗存活啦。然而，虽然这幼苗看起来很鲜艳细嫩哈，但这跟育苗的位置呢，日照较低呢也有关系呀。光看拿瓦呢，就抢在这侧哈，乘凉就知道这边真的比较凉。也因为误判哈，气温应该在几天就会缓慢降下来了，所以呢，就将这波士顿莴苣哈移植出去日照较高的位置啊。种植的间距呢，大约是15到20公分即可哈。因为这波士顿莴苣呢成熟时哈，会呈现半结球的状态啊，看起来就像一朵花哈。然后花瓣呢层层堆叠的样子啊，因此呢，若是想要种的有趣一点哈，还可以摆个造型哈进行种植啊，会蛮漂亮的。接下来来看一下哈，什么是落寞的背后表情与抢到位置呢不敢轻易离开哈，战战兢兢的表情，这是何苦呢？到底是面子问题，还是只是为了呢1-2度的差别哈？由于冬天的菜呢，很多种类都是分株种植啊，坏处呢是会比较占空间哈，但好处是在移植后呢，浇水会比较方便啊。浇水时呢，只需浇在植株的间距上哈，让水蔓延即可啦。这等气温降下来之后呢，浇水的频率哈就可以降低啊。等土表干掉呢，再进行浇水就可以了。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在土表干掉后哈，翻一下土哈，看底下土壤的湿度啦。回到前院呢，来看一下之前种植萝卜哈，溪地上发生的事情啊。这块地呢，早先曾经先种过四季豆，后来又种了长江豆了，但在种植萝卜的过程呢，地上自己长出了豆子的幼苗啊，研判应该是后期的长江豆的幼苗。不过呢，豇豆适合种植的季节呢是在日照强的时候哈，现在还长出幼苗呢，是想挑战今年的天气吗？据说呢，天气冷的时候呢，长江豆的藤蔓呢也是可以生长的，只是不会长豆子的果实了，所以当然是要试试看哦。反正还有现成的棚架没用上哈。Goffy 的行为很奇妙哈，只要松土呢，就也想来蹭个热度了，连只是挖个洞呢也不放过哈。每次移植时呢，都得小心呢，他马上来补上几脚哦。接下来呢，不要太认真看哦，怕您突然会吓到哦。如果你声音开很大的话，偶尔刺激一下呢，可以训练他的危机意识啊。不过呢，当他一反应过来，态度就不同了哈，完全变成挑衅的味道。拿瓦躲着乘凉哈，一副刚睡醒哈，却不知道演习已经结束了。其实一直在考虑啊，是否假日改做点比较轻松的影片啊。但又考量呢，假日时间呢，反而是很多人可以休闲种植的时间呢，所以呢，还是做个综合版哈，
另类的轻松又自认为呢有建设性的影片来介绍个另类的引粪收集的方法好了。这走道两旁呢，原本是跟砖块的底部一样高不过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大量的引粪给淹没但因为地势相对其他位置比较低因此呢，也很难被其他位置的作物呢自动取用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进行重整挖起砖头的同时呢，就可以看到一旁已经堆了很多的引粪土了。当然，这只是高含量的引粪土不过呢，这引粪含量呢，保守估计呢，也在7-8成以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土壤是疏松的微小颗粒状个人是将这些引粪土呢拿去填补缺土的位置居多啦，但这拿来做培养土育苗或是补充土壤呢，甚至是拿来施肥呢，效果都相当不错，好用毕竟这疏松的土壤呢，还可以很透气这算是垫高分区种植的意外收获了。这引粪土呢，以前就算一旁没有休耕也是会产生大量的引粪土了。偶尔呢，需要少量引粪土的时候呢，就可以在沟槽里面挖。但若需要比较大量时呢，则可以像现在这样将砖头挖起呢，也可顺便呢将场地呢快速重新整理一遍这样短短的几分钟呢，就可以收集了近3桶的引粪土了。地面修整平整之后呢，再次将砖头回铺回去回铺时呢，砖头若表面还粘有些土壤记得要清掉这样铺设会比较平整而砖头的铺设呢，唯一的建议呢，就是砖头要进行胶钉铺设简单来说呢，就是砖头不要都同一个方向铺设了，这样走踏起来呢会比较稳固这样简单回铺完呢，就又启动自动生产引粪的流程了。若是砖头的缝隙长草也可把砖头拿起来清理，会比较容易而就在铺设砖头的时候呢，一旁的波士顿莴苣呢悄悄长大了。虽然这菜色看起来还不错不过呢，内部却有2颗因为天气热呢，产生略微土长的现象了，也就是没有完全呢往包覆的方向走有向上生长长梗的态势遇到这种情形呢，食用时呢，建议是摘取叶片吃一样是不错吃啦。谢谢收看。